在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有一个数次进入日本高中教材的经典情节，被称为车争夺。大概的故事是，光源氏的正妻葵之上要去看祭典巡游，坐着牛车开进人群，前方停着一辆不起眼的车，车帘低垂，看不清里头的人是谁。葵之上的随从二话不说，直接把那车推到了角落里，车辕都给他撞断了。而车里坐着的正是光源氏当时的情人六条御西所，她是整个京城里最有地位的才女之一，而且是前太子妃。在《源氏物语》中，论身份、相貌、教养、谈吐、影响力，六条御西所无一不超过葵之上。可是这次车争夺，他必须输，不是输在了才学，不是输在了样貌，而是输在了一个正式的名分上。被推到角落的六条御西所完全看不到风光巡游的光源氏，只能听到人群的欢呼声。光源氏的巡游列队经过任何地方，沿途的所有女人的车帘都会微微掀起一角，偷看这位当世第一美男子。而光源氏一眼都没有往六条御西所这边看，倒是路过葵之上的车时，恭恭敬敬地整理了衣冠。六条御西所看到了这一幕，旁边的侍女们也看到了，他知道侍女看到了，可能认识他的其他贵妇人也看到了，这无疑是打了他这个顶级名流的脸。而当时的光源氏虽说是皇子，但是其实也是完全配不上六条御西所的男人。那天夜里，六条御西所的嫉妒失控，梦到自己灵魂爬出身体，化作生灵向葵之上作祟。再后来，葵之上勉强生下西雾时，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恶灵折磨致死。事后，六条御西所闻到自己的衣服上残留着驱邪用的罂粟味，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害死了情敌的怨灵。虽然他并不记得自己有做过这些事，只是不在1000年前把日式女性间的关系写成了战场。这不是善与恶的对决，是被选中的人和没被选中的人之间的修罗场。女性间的人际关系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处理？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危险的话题我已经做好了被延上的心理准备，生怕一不小心说错话，把我多年积累的女性观众缘毁于一旦。但是反正也没有多少，毁了就毁了吧。不过还是容我先叠个脚，以下观点都来自日本的精神科医生水岛博弥所写的女性的人际关系，这些观点也全部是群体层面的统计倾向，不是对任何具体个人的评价。个体差异永远大于群体差异，这一点务必记住。这里是花散里严肃考据，认真胡说。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先点赞订阅哟。在女性的人际关系中，水岛医生毫不客气地揭示了女性对待人际关系的5个特征。第一条听起来是一句废话，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择偶竞争这件事上，女性的敌人是女性。他认为男性进化出的吸引异性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展示资源和社会地位，而女性则更多的通过提升自身的外貌吸引力以及贬低其他的女性外貌2种方式。男性的竞争目标是异性数量，而女性的竞争目标是异性质量。大多数恋爱关系的启动仍然是男方主动搭讪，主动要联系方式，主动表白，主动策划约会，女性则是被动的一方，而被选择就意味着要竞争，要从无数同性中脱颖而出，让那个社会地位最高、基因最优、资源最多的男性注意到自己这个结论实在是太政治不正确了，我只是引用更微妙的一层是，很多女性会不自觉地把配偶的社会地位内化为自身价值的一部分，炫耀丈夫的事业成就、孩子的学校排名，本质上是在这场无声的竞争中亮出自己的积分牌。所以当一个女性的好闺蜜突然交了个帅气多金的男朋友，反而会有微妙的不舒服感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只要真心努力的，就不该和别人比较，哪怕遇上了比自己好10000倍的，也不应该嫉妒。但是曾经这种淡泊宁静的心态，在学长晒出了他女朋友送的 PS5 的那年动摇了。后来他的女朋友又晒出了学长送他的我根本买不起的包我的宁静淡泊的心态又回来了。那总之因为这种心理，书中也就顺势提出了女性人际关系的第2特征，女性喜欢抱团，而且在团里会很累。书中借用了同调压力这个日语词，这个词的意思是群体要求个体保持一致的无形力量。强烈的同调压力通常被日本的社会心理学者们认为是一种日本文化特征，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同调压力在日本是一个比法律更有实际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系统。而女性的人际关系中认为，女性对于这一套系统格外敏感，原因还是因为处于被选择的位置上。一个人落单了，就很可能被解读为没人要的可怜从。男人可以一个人烤肉，一个人唱卡拉 OK， 一个人看深夜电影，可以穿着短裤露着腿毛，素面朝天的走在新宿街头，毫无心理负担。但女性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心
心理上总会感受到某种微妙的注视，所以他们结伴成群，不一定是因为彼此多合得来，而是因为一个人待着的社会成本实在太高了。麻烦的是群体内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均等平等，所有人必须保持在同一条线上，不能太出风头，不能有太独特的意见，不能穿得太出挑，更不能展现出明显高于平均值的魅力。大家一起吃饭要吃差不多价位的，聊天要附和彼此的观点，买衣服最好风格接近，谁打破了这条隐形线，谁就面临着被排挤的风险，可能就会被打成不离口。所谓的不离口，就是在男性面前用恬静的声音装可爱撒娇，做出无辜的大眼睛。男性对此通常没有什么意见，可爱就可爱呗，又没碍惹谁。但是其他的女性看到这种行为就会本能的暴露。女性的人际关系中还有一个尖锐的批评，那就是日本女性对于事业有成的同性格外的刻薄。2023年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日本在146个统计国家中排在了第125位，和日本差不多排名的国家很多都有全方位的性别不平等，而日本几乎是职业不平等一项就把分数彻底拉下来了。教育方面，日本的男女平等几乎拿了满分，女性的受高等教育率也很高，也就是说，日本女性读了跟男性一样多的书，考了一样难的试，然后职业变现的情况却比男性难很多。超过2/3的日本女性都在生育之后离开职场，即便回归工作，大多也只是生育5到10年之后找到了兼职工作，平均来看，薪资大约是男性的60%。在这种结构性困境之下，当一个女性没有辞职，没有放弃事业，甚至还取得了耀眼的成绩的时候，来自同性的攻击往往比来自异性的更加凶猛。她连孩子都没有生过呀，肯定是把孩子全部扔给保姆了呀，抛下丈夫和孩子在外面抛头露面，真可怜呀。这些道德批判更像是其他女性的心理防御机制，她们觉得自己为了生育和家庭牺牲了这么多年的青春和事业，凭什么有人可以全都要？这种愤怒其实对准的不是那个成功的女人本身，而是对准了这个让自己不得不做出牺牲的社会结构。只不过社会结构没有脸，没有微博账号，也不会做出反应，所以那个没有做出同样的牺牲却活得风生水起的女人就成了最方便的替身。再然后，女性的人际关系中还重复了一个陈词滥调，女性希望即使什么也不说，对方也能懂自己的需求。书中认为这种期待的根源反而在于社会长期以来要求女性具备细腻的共情能力。公司上司杯子里的茶快没了，女社员要不等人开口就主动去添茶，家里丈夫加班回来，妻子要已经烧好了洗澡水，这些事情女性做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连句谢谢都不一定能等到，而且类似的分工一路渗透到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中，女性被训练了20年30年来做这些事情，自然也认为这是合理的，期待对方也以同样的方式回馈。而这份合同只有女方签了字，男方甚至不知道有这份合同的存在，所以交往中男生偶尔还会问一句你怎么突然又生气了。于是在同性交往中，水岛医生指出日本女性之间常见的互相夸赞，比如哇你好可爱，你今天穿得好漂亮之类的，并不是真正的温馨和睦，其玄机在于这是一种社交侦查行为。夸一个漂亮的女生好漂亮，是在测试她傲不傲慢，会不会翘尾巴；夸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好可爱，是在看她有没有自知之明，会不会飘起来。如果被夸的那个人大大方方的回一句谢谢，夸人的那个女生的真实心理可能反而是她居然真的觉得自己好看。如果谦虚的说哪有呀，也可能被认为是心里美滋滋的，还装什么装。正确的回答几乎只有你今天也好可爱。庄子说彼义一是非，此义一是非，在女性社交的夸赞博弈中，这句话终于找到了最精确的应用场景。怎么回答都是错的，不回答也是错的，把难题扔回去给对方，解决了。女性的人际关系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女生一旦有了恋人，朋友往往就变得不重要了，称为闺蜜退场现象。尤其是年轻女生中容易发生这种现象，书中认为的原因还是女性长期处于被选择的焦虑中，而恋人是那个在所有同性竞争者中选中了自己的人。然后之前为了不被人觉得是落单的可怜虫而苦心经营的女性社交网络，在这一刻突然就失去了存在意义。闺蜜退场不是因为不在乎了，而是因为终于不需要了。之前那些暗流涌动小心翼翼的女性人际关系，一瞬间都变得无所谓了。所以女生总是喜欢那些对自己表明不是别人就是你的男生，即使他同时把消息复制粘贴给了其他的几个女生。爱一个人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不算什么，一个人同时交往10个人，而且真心把每一个都看成是自己的唯一，这才是真正的好男人。当然水岛医生最后也强调了，说到底这些都是身为人的正
常心理并无好坏之分，男性身上也有类似的东西，只是因为社会定位不同而表现形式不同。比如嫉妒比自己年轻、比自己赚得更多的同性，或者在网上追着比自己成功的年轻 YouTuber 骂，也是日本男性中常见的事情。只不过男性的战场更多是在社会地位和财富上，女性的战场更多是在外貌和情感归属上。竞争的维度不同，焦虑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有没有改善的办法呢？水岛医生给出的建议，首先是这些本身并不是缺点，而是在日本社会环境下的人之常情，不是一定要改善的。但是如果希望减少这些事情对于自己的不利影响，他作为精神科医生，建议可以尝试不要把其他的女性当成女性来看待。你不会嫉妒自己的妈妈，不会跟奶奶比美貌，因为你绝不会把她们放在竞争对手这个分类里。同样的道理，如果能够跳出被男性选择这个框架，不再把同性视为是争夺有限资源的对手，那么这些让人不安的微妙关系自然就松弛了。但是我个人是不太能接受这种建议方式的，因为带入到男性的竞争中，我自己是不会接受这种建议的，执行的难度太高了。在这个内卷的时代，实在是太难不去竞争资源，可能转向不婚不找对象的难度都更小。但是作为纸质出版的书，水岛医生肯定是不会在其中给出这种主要建议的。回到开头，只是不写六条玉溪所，最残忍的不是写他杀了人，而是写他不知道自己杀了人。他闻到衣服上的罂粟味，才明白自己的灵魂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出去害人了。六条玉溪所不是恶人，她是源氏物语里教养最高、品格最完整的女性之一。但是嫉妒这种东西，连当事人自己都拦不住。他选择相信光源氏的话，认为就是自己杀的葵之上。只是部在1000年前写下的不是一个坏女人的故事，他写的是一个好女人，一个在坏的结构里活成了悲剧的样子。1000年过去了，结构换了样子，牛车变成了社交媒体，葵记变成了朋友圈，但是逻辑还是没有变。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分享呀！我们下期再见。